这是一对特制的腰间双刀，乃是金刚所制，吹毛断发，锋利无比。此双刀轻便灵活，亦可用于群战之中。可与之一较高下的是一副手套，这是一套由黄金通体打造的金手套，手套杀人刚猛，防御能力满级。那么这二者相遇，谁能笑到最后呢？这是声名狼藉的七杀会总坛，他们武艺高强，心狠手辣，组织严密，在江湖上掀起一阵腥风血雨。帮派老大被称为总坛主，却从未有人见过他的真面目。原来平日里七杀会的大小事务都由5位坛主来决定，若是遇到大事，总坛主才会通过机关来指挥行动。这天，七杀会为了帮派扩充实力，新增了3位坛主。为了考验3人武艺，大坛主让人带来一批朝廷的俘虏。大坛主放言，只要俘虏能打败其中任何一个新坛主，就放他们一条生路。其实这么做，除了考验3人的武艺，还想试探3人中有没有朝廷的卧底。首先出手的是这个斗笠男卢宇飞，只见他赤手空拳就将对手处处压制，紧接着从腰间掏出环刀将对手斩杀。之后上场的是带着很多手镯的梁杰，别看他没有带其他武器，可身手灵活，身手不凡，不过2-3招就将对手秒杀。最后出手的是身披黑袍战衣的范涛，只见这位光着膀子，身上未见武器，以1对2，依然是一副游刃有余之态，身法轻盈敏捷，闪躲腾挪间很是灵活，抽出腰间双刀，顷刻间便将2人斩杀。得此3位高手，大坛主很是满意，当众宣布梁杰、卢宇飞、范涛为3人，分别为6、7、83堂的堂主。然而人心隔肚皮，七杀会管家殷三娘特意为3位新坛主准备了几名歌姬，实则为了监视，也包括前面5位坛主。别看如今的七杀会表面上风光无限，可7年前朝廷派兵围剿了七杀会，谁都没有占到便宜，双方各有损伤。七杀会因出了内奸，几乎全军覆没。总坛主逃出来后重建七杀会，从此以后便不再以真面目示人。8位坛主齐聚密室，等待总坛主指示。很快，一个铁球通过机关滚来，大坛主颇为熟练地打开铁球。原来朝廷命官杨大人带着一群江湖豪杰即将来围剿七杀会，7日后会到达。总坛主让他们埋伏黄石纲进行伏击。很快，8位坛主如期在黄石纲埋伏，他们个个都是武艺高强，大显身手，很快就将朝廷众人打得落花流水。就在他们得意洋洋时，却冲过来一群弓箭手，就连轿子里的杨大人也是武林高手乔装的。这时七杀会的人才明白中计了，众坛主顾不上其他，只得仓皇而逃。回到总坛才发现只有7人，唯独不见8坛主，只怕是凶多吉少了。殷三娘出言讽刺他们栽了个大跟头，谈话之间怀疑他们之间有朝廷的卧底。那么卧底是谁呢？7人开始互相怀疑，最后把矛头指向至今未归的8坛主，怀疑他是畏罪潜逃了。正说着，8坛主带着一身的伤回来了，说他们上当了，轿子里的不是杨大人。就这样，8坛主洗清了嫌疑，那么卧底肯定另有其人。这时3坛主说起出发前那晚，看到7坛主与人接触，对方武艺高强，他和4坛主联手都未能将对方拿下。7坛主解释自己是无辜的，可几位坛主哪里听得进去，直接出手。3坛主秉持宁可错杀不可放过，剑中有剑，击杀了7坛主。殊不知这正是朝廷设下的离间计，少了一个7坛主，仅仅只是开始而已。俗话说，用兵之道，攻心为上，攻城为下。不久，总坛主又下达了新任务，要他们去抢天虎镖局的镖车，里面装有一批价值不菲的珠宝。为了防止内奸，几人决定分组行动，让他们互相监督，防止行动泄露。很快，几人便潜伏在镖局的必经之路。天降大雨，一个货郎故意靠近6坛主，还偷偷往他手里塞东西，难道是在传递消息？大坛主看到这幕，立马和8坛主去追击货郎。果不其然，这货郎并不是个普通人，他不仅会武艺，还熟悉水性。但是他们抓到了货郎的同伴，劫镖计划又失败了。随后，几人将俘虏绑到一处荒宅审问。大坛主怀疑6坛主是卧底，因为他看到6坛主与人传递信息。4坛主出言维护，因为他们是亲兄弟。可大坛主却不相信，说2人是一伙的。紧接着，从俘虏身上找到一张纸条，上面留言之人正是6坛主。看来6坛主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众人又再一次开始围攻6坛主。4坛主为了自保，射杀了6坛主。不得不说，4坛主也太狠了。朝廷的计划又再一次的推进了一步。经历此事，几位坛主忍不住互相猜疑，在一番争吵之中不欢而散。晚上，大坛主与2坛主一起喝酒聊天。2坛主怀疑4坛主才是真正的卧底，手刃手足是为了完成大事，狠心为之。大坛主解释，杀手是没有感情的。谈话之间，2坛主发现门外有人偷听，原来是管家殷三娘派来的探子。2坛主毫不怜香惜玉，将人击杀。殷三娘得知手下惨死，前来问罪，两人针锋相对，互不相让，就此决裂。这部《七煞》1979年上映于香港，本片由倪匡编剧，孙仲导演，邓伟豪、袁彬、袁华、罗军主演。七煞是紫微斗数中14颗主星之一，七煞是一颗坚毅勇敢的星耀。
象征威勇，化气为将星，主肃杀，拥有运筹帷幄的能力，拥有理智而独立，冲锋陷阵、冒险犯难的特性。倪匡的剧作明显有古龙的影子，不少动作场面时至今日看来仍是新奇爽快，唐家功不可没，尤以结尾一场双煞斗元凶最为酣畅淋漓。好了，让我们回到电影的本身。红三娘这边居然真的去告状了。原来她每次和总坛主单线联系，都是到后山通过樵夫传递的消息。谁知这次刚把指令放下，就被跟踪他的朝廷派来的高手截下。他们打算看看跟他联络的是何人。一个戴着面具的黑衣神秘人杀来，此人武艺高强，几招就将高手解决掉。原来这个神秘人是总坛主的信使。殷三娘在回去的途中遭到伏击，信使再次出手，以1对2，身手利落，一杆长枪舞得虎虎生威，密不透风。朝廷派出的高手在他手下颇为狼狈，不过片刻之间就将2位对手拿下。对手在临死前喊出二坛主的名字，大喊着说二坛主出卖了自己。信使在他身上找到竹筒，很快众坛主又收到了总坛主的命令，说是杨大人此刻正投宿在兴隆客栈，让他们前去暗杀，取其首级。几位坛主快马加鞭赶往兴隆客栈，然后二坛主直接破窗进入到屋内，谁知杨大人并不在这里。此时出来3个戴面具的总坛主信使，让他们此行来客栈是为了揪出卧底。然后信使拿出之前截获的小竹筒，里面竟是二坛主写给杨大人的情报。原来二坛主西照才是那个卧底，大坛主根本就不等他解释，直接开打。其他坛主也纷纷冲过来助阵绞杀。二坛主不愿束手就擒，想要偷偷溜走，谁知3坛主堵住大门，想拿他冲业绩。2人打作一团，3坛主出手不念旧情，毕竟杀了2坛主，这个月业绩翻一番，使用剑中剑却反被2坛主给误杀。看来2坛主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几位坛主这下就更不愿意放过他了。2坛主跟大坛主一向要好也不管用，几个坛主联起手来，用车轮战来消耗他。一番穷追猛打，将2坛主给生擒。最后大坛主决定回总坛，由坛主定夺。很快总坛主指令到了，三娘打开尖球，上面写着2坛主就是卧底，即刻绞杀。面对围攻，2坛主首先结果了殷三娘，紧接着开始了1个人挑4个的游戏。4人出手狠辣，招招致命，没留活路。大家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人，那就拼命吧。2坛主不再顾念旧情，手下留情了，放出绝招，用铁爪解决了5坛主。然而一拳难敌4手，一番激战下来，2坛主最终被4坛主的暗器所射杀。本局朝廷方再加1分。此时七杀会只剩老大、老4、老83位，可是剩下的3位堂主仍然相互猜忌。4堂主和8堂主差点打了起来，大堂主将2人劝住，说谁都有嫌疑，决定互相监督，联络总坛主报告情况。深夜，3人当即一起上路。路上卧底丢下了联络朝廷的小竹筒，接头的线人乔装成更夫来取消息。谁知更夫突然被人暗算，出手的正是总坛主的那位信使，还抢走了传递消息的小竹筒。纸条上面赫然写着3个字：跟踪我。3位坛主来到乱葬岗，给总坛主传信。点完香，3人正欲返回坛内等消息时，就看到了总坛主给出的指令，上面写着离开这里，去周财主家。其中1名线人垂死逃了出来，告诉杨大人总坛主已经出现了，而且总坛主已经发现了他们的卧底。杨大人他们担心卧底会有性命之危，于是当即便带着人马杀到了七杀会。谁知3位坛主此时并未在七杀会内，守在这里的只是一些没用的小喽啰。此时3位坛主正在赶往周财主家，周财主将4坛主和8坛主拦了下来，只是由大坛主1人进入密室，随后换好总坛主的衣服，表明身份。原来大坛主就是传说中的总坛主，而富甲一方的周财主只是他的管家。紧接着给2位坛主展示了密室，原来每次的指令都是从这里面传递的。随后大坛主又当着2人的面传了一个假消息到七杀会的总坛，说是他一会儿就回总坛。接到假消息的江湖豪侠们大喜，决定在此等候，还设下埋伏生擒元凶。殊不知这一切都是大坛主的阴谋。为了揪出卧底，他还透露出一个消息，他早已在七杀会总坛装满炸药，引线就在这里，一旦引爆，这些江湖豪侠都会被炸得粉身碎骨。此话一出，卧底坐不住了，竟是4坛主。此时总坛主已经点燃了桌上的引线，4坛主和8坛主2人打得难舍难分。此时引线已经彻底点燃，烧向了总坛，顷刻之间巨石都被炸得分崩离析。可惜了这些侠肝义胆的英雄豪杰，4坛主这边很快就被3名信使拿下。就当大坛主准备将其斩杀时，不料背后竟然凉飕飕的中了刀，出手的竟是8坛主，原来他也是卧底。随后2人联手解决了这3名信使，可正当2人忽露身份准备离开时，未死透的大坛主杀了出来。起初打不死的大坛主战斗力爆表，一时之间2人联手也是奈何不了他。可大坛主因后背受伤，经不起久战，很快大坛主就因体力不支落了下风，最终2人合力将其拿下。就这样，七杀会彻底消失在江湖上。这部电影的故事线相对比较简单，打斗戏份的话比重还是比较大的。1板1眼的打戏感觉很是过瘾，年轻圆滑打斗戏的话也非常扎实。好了，
本期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